拒绝中国企业收购后，如今乌克兰航发企业马达西奇的现状如何？俄专家道出实情。乌克兰又为何会因中国惩罚而崩盘？乌克兰又是如何走到今天这一步？中乌现在还有合作关系吗？经过长时间的拉扯，中国企业收购乌克兰航发企业马达西奇一事，在几个月前已经有了结果。最终，中国方面收购失败。就在人们快把马达西奇遗忘的时候，关于马达西奇的现状近日被爆出。近日，乌克兰分析中心主任亚历山大·奥赫利缅科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袒露了乌克兰动力沙皇马达西奇的现状。作为乌克兰最负盛名的航空发动机企业，却因为卷入中美博弈而陷入困境。乌克兰专家表示，乌克兰航空发动机生产企业马达西奇公司当时只有与中国最大航空制造企业达成合作，才有可能希冀未来。言外之意，如今的马达西奇已经陷入到相当困难的境地，可能将在不久之后消失。而这一消息传来，也是让人唏嘘不已。关于中国与马达西奇的渊源，很多人并不陌生。简单来说，中国此前曾向马达西奇订购了大量的航空发动机，包括最新的 L-15猎鹰教练机的发动机也是求购马达西奇。后来，中国企业北京天骄打算收购马达西奇一半股份，承诺以2.5亿美元完成对马达西奇的收购。据乌方回应，中国已经支付了1亿美金，双方合作事宜很顺利，并且还将联合在重庆建厂，用于研究和生产发动机。原本此次合作将是中乌合作的一次典范，然而这很快引起了美国的注意。在美国的持续压力下，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去年宣布，将北京天骄持有的56%股份收归国有，也就此让马达西奇与中国的关系中断。而在与中国脱钩那段时间里，马达西奇又分别传出可能被土耳其卡钦巴卡公司、法国达索公司，甚至是美国黑水公司收购，但都在很短时间内就没有了下文。如今来看，恐怕西方对于收购马达西奇根本就没有兴趣，他们唯一的目标就是阻止中国来收购这家公司。然而不仅如此，由于北京天骄此前已经为马达西奇注入了1亿美元资金，乌克兰当局返回后，随即中国企业将乌克兰当局诉至法院，要求索赔35亿美元的损失。乌克兰媒体表示，乌克兰如今的经济状况十分糟糕，如果当局从极其有限的外汇储备中拿出35亿美元赔偿中国企业，将导致乌克兰货币格里夫纳崩盘，乌克兰财政都要受到重创。至于索赔一事，恐怕乌克兰当局还会扯皮很久。但对于马达西奇来说，这个曾被誉为动力沙皇的企业，恐怕将成为历史的尘埃。奥赫里缅科表示，总体上那里可以生产一切航空发动机，我们的新技术和新飞机也在源源不断的出现。马达西奇公司本可以参与制造或生产21世纪的飞机，但它没有这样的运气，现在它没有了未来。为何马达西奇会沦落到今天这样的地步呢？这还得从乌克兰几次走错路说起。实际上，乌克兰军工业走向彻底衰弱，就是要从与俄罗斯关系恶化而转向西方阵营开始。在苏联刚解体之际，乌克兰凭借着庞大的苏联遗产，通过武器出口仍然维持着不错的小日子。那时候，乌克兰国防工业主要出口方向是俄罗斯，包括向俄罗斯提供具有燃气轮机的大型飞机发动机与用于大型军舰的发动机。在2014年克里米亚事件爆发前，乌克兰对俄罗斯年出口额能达到20多亿美元。然而，自从与俄罗斯闹僵并倒向美国，乌克兰便停止了对俄罗斯供应国防产品，导致出口量急剧下降。在不与俄罗斯做生意后，导致乌克兰军工出口一下子缩水了4倍多，其武器只能以二手低价卖给一些其他国家武器出口基本忽视的非洲小国。这些国家也仅仅是图个便宜。乌克兰军工出口额在2017年下降到仅为3亿多美元。这2年因为加强了与中国的军工合作，其出口额勉强维持到了5亿美元。那么美国又从中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呢？可以说，虽然与乌克兰称兄道弟，但美国与其盟友却完全不去扶持乌克兰的军工业，反而视为竞争对手而四处打压，甚至把乌克兰给忽悠瘸了。在苏联刚解体那一阵，乌克兰号称全球第3核武器国家，拥
拥有包括130枚射程达到16000公里的 R-36洲际弹道导弹在内的有220枚洲际弹道导弹，而且还有25架图 95MS 战略轰炸机、19架图160战略轰炸机，以及1080枚可携带核弹头的 KH-55巡航导弹，甚至还有一家核武器制造工厂。为了获得美国的援助与保护，乌克兰销毁了自己的核弹，拆掉了自己的军工厂，战略轰炸机也是部分交给俄罗斯，部分直接拆了，简直就是暴殄天物。然而，乌克兰最终得到了什么呢？乌克兰如今的经济在欧洲排名倒数，国内制造业一蹶不振，而美国承诺的援助也是大打折扣，甚至还成为要挟乌克兰的手段。回到马达西奇问题上来，在中国企业提出收购这家公司时，乌克兰当局面临着一个抉择：一方面是中国出高价予以收购，并且投资联合办厂，雇佣乌克兰的技术人才，与乌克兰共同开发新一代发动机；另一方面是美国以制裁相威胁，以援助来诱惑，要求乌克兰阻止中国收购马达西奇。最终，乌克兰政府还是做出了自己的选择。但如今失去了中国客户，马达西奇现在唯一的订单几乎就是来自国内的飞机制造商安东诺夫。不过安东诺夫的处境也不好过，这家企业已经有5年没有造出过一架新飞机，只能靠维修过去的老飞机存活。即使这样，安东诺夫也爆出其运输机维护如今要靠进口中国材料。根据一家乌克兰咨询公司的消息，近日乌克兰国有企业安东诺夫飞机制造公司与中国重庆金士利航空材料技术有限公司签订了钛半成品供应协议，将向中国企业采购20250公斤钛合金半成品，而这些材料将用于组装安178运输机。安178运输机由安东诺夫设计局于2010年开始研发的一款新型喷气式中型运输机，此前由俄罗斯与乌克兰合作研发，后来俄罗斯退出项目，安178项目一度停滞，随之而来的便是成本的上升。很显然，如今安东诺夫意识到，要想让安178项目复活，还得靠高性价比的中国制造。从马达西奇到安东诺夫，我们其实可以看到乌克兰企业想要重生，还真离不开中国。因为当前乌克兰自己没有足够的资金来维持自家企业，在国际上也只有中国有这个意愿。但由于乌克兰秉持亲西方立场，导致中乌关系走下坡路，最终损失的还是乌克兰自己。尽管在过去乌克兰人已经犯了一次错误，但如今却还在重蹈覆辙。